一早起床就被这个美丽的风景给吓到了。没错，我们现在就在阿尔卑斯山底下了。不过呢，还没有要介绍瑞士的景点，我们先来介绍一个瑞士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小国列支敦斯登。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小小的国家，不过它的人民的 GDP 是非常的高啊，6万到7万之间，非常高的收入。在这个国家，它的土地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也是全世界第6小的国家。我们目前去了最小的国家，还有上次去的第5个圣马力诺，这是第6小的。那在这个国家的人口也是只有3万多人而已，非常的迷你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现在在它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首都瓦都兹。现在要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小小的国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景点。Let's go！ 他们也是唯一一个使用德语的国家，却没有与德国接壤的一个国家。不过奥地利也是说德语的嘛，所以它是与奥地利接壤，所以这个也不奇怪。这边就是我们从停车场走过来遇到的第一个景点了。这边是列支敦斯登的主教座堂。这间是 St. Florian 大教堂，就在我们停车的地方走过来约莫10分钟的距离。就可以来到这间大教堂。那它是这种很典型的哥德式的建筑。跟我们去北欧的大教堂的感觉蛮像的，都是这种比较简约的哥德式的建筑。然后有很多这种马赛克的彩绘艺术，后面一样是一个管风琴，全部都是这种基本款的。因为国家小，只有3万多人，所以教堂也不需要太大，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教堂而已。那他们很多的政府的策略啊、设施啊，都是跟着瑞士政府走的，所以我倒还觉得它比较像是瑞士的一个自治区。不过人家还是一样是有自己的国号、自己的国旗的。虽然它是跟着瑞士政府走，不过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生存的地位在这边。那现在来到这边呢，这里就是瓦都兹的广场了。所有的首都全部的景点就是在这条街上而已，以及上面可以看到的这间城堡。基本上我走到底，这个首都我就走完了。那我们现在看第一间，这是国家议会，看可不可以进去参观一下。自动的哦。在国家议会这边是不能进去参观的，不过我看 Google 的评论有人在里面拍照，可能是去开会的人上传的吧。我们平凡人是没有办法进去这个议会里面的。从国家议会旁边这边有一个蛮特殊造型的这种三角形的建筑，这间是列支敦斯登的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对面这间呢，这间建筑也是蛮特别的，这是列支敦斯登的国家银行。那说到银行呢，也要强调一下，它一样是一个避税天堂，发展金融业蓬勃的地方。好像通常都是这种小小的国家可以发展很好的金融业，很多人都会把钱拿来存在这边，而且很有保障。有很多这种信托基金，这个也是维持整个列支敦斯登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那前面这家蛮特别的建筑呢，就是游客中心了。在游客中心的旁边这边呢，也有一个列支敦斯登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这边呢是邮票博物馆。在早期的列支敦斯登，他们是发行邮票的，全世界很多的邮票都会从这边购买。
在早期的列支敦斯登，他们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发行邮票，有非常多面额不同的邮票。我们从刚刚的邮票博物馆那边呢，继续往外面的这条路走出来，这边也有一个小景点，就是我前方这个 Oteskino 这间小小间的这间，这会在每天下午2点的时候播放列支敦斯登城堡的影片，让大家看看在这个王公贵族里面的生活到底是怎样。如果对于城堡的历史有极大的兴趣的人，也可以到2点的时候来这边参观一下。那我自己是因为没有在这个国家待太久，等下前往瑞士了，所以就没有留下来多看。那他那边的电影院的票价好像是10到15法郎。那我走到这边大概就是已经是到了底部了，从一开始的国会中心呢，到底这边走过来大约只要10分钟，你就可以绕完整个瓦兹都了。那在瓦兹都这边呢，它有一间蛮大型的赌场，就在我身后方会看得到。我刚刚有进去了一下，因为它里面是不能拍照录影的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里面的构造。它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吃饺子老虎机，然后2楼有一区是 table game 的，就是像是21点百家乐这种。不过在里面就是这里，在里面可能是早上来的关系，完全没有任何的玩家。不过你进去的时候还蛮有趣的，他会帮你申请一个会员，这个会员呢，他会给你一个免费的筹码，这个筹码它是可以让你换一杯免费的酒的。有酒精的饮料在里面是要付钱，如果是无酒精的饮料就是完全免费。那我刚才是点了一杯柠檬茶，还有一杯鸡尾酒。那这个鸡尾酒就可以用筹码来兑换。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赌场，来这边当个中继站，上个厕所喝个饮料。那我们现在这个瓦兹都就差不多到这边已经结束，我们要往上走。上面这边呢，就是往瓦兹都的城堡的方向。在前往城堡的这一条道路上呢，这里也有详细的说明了整个列支敦斯登的建国的过程。对于列支敦斯登的历史感到好奇的，不妨就是要走一下这一条路，欣赏这个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美景。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城堡的上方范围这边了。从这里看下去，整个瓦兹都是非常的漂亮。列支敦斯登早期呢，他们也是一直要积极的发展旅游业。不过，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小了，你看我这样走，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就可以把整个城市全部走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很奇葩的对策，就是呢，这个国家它竟然是可以租借的，你可以来租一日当列支敦斯登的国王。那一旦你当上了国王，你就可以拿到了我身后方的这个城堡的钥匙，然后进去里面体验一日国王到底是什么感觉。他们每年会在旺季的时候，在美国或者是英国，就是打这个广告，看看有没有人要来这边。这样也是一个另类发展旅游业的一个方式。国外的游客在列支敦斯登这边停留的久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堡这边了。这个城堡呢，它是没有开放给平凡人进入的，只有在每年的8月15号，就是他们国庆日这一天有开放给民众进去参观。那其他的时间都是关闭的，因为呢，当今的国王、当今的王子目前还是住在这里面，所以他这边是没有开放游客来参观。看你自己要不要花这个时间走上来看看这个城堡。我们来的时候刚好他这边在做大维修，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从山上这边俯瞰整个瓦兹都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晚上来的时候，整个夜景是更美丽。刚刚那条路走上来的话，大概是20到2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上来到上面，就自己斟酌要不要上来咯。那我们现在就在前往下一个景点，也是我们列支敦斯登的最后一个景点。这边是老莱茵桥。当我走过这条桥之后呢，
这里是瑞士以及列支敦斯登的边界，走过这条桥，我们就已经走路抵达瑞士了。我刚才在赌场的时候跟那个酒保聊天，有稍微聊到，原来如果你要在列支敦斯登工作，最少起薪都会有4000欧元以上。这边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从俄国啊、奥地利，甚至是瑞士过来这边工作的，所以每天都要驾车过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赶回自己的国家，也是非常的辛苦。没办法，这边的收入比较高嘛，同样的一件工作，可能在这边领到的钱就是翻倍的价位。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瑞士这边做个结尾咯。